嗨，朋友们啊，非常开心，大家演出，我叫于博，来自一个教育大省，山东、黑龙江。可以，鹏哥接着释放吧。老七讲什么辽宁抚顺东北小城市，我说他妈这不纯南方吗？当然，教育大省不是空穴来风。各位，我知道这2年互联网对黑龙江刻板印象很深，东北小孩抽烟喝酒打架混社会，往那一站就是松柏欲盖弥彰。黑龙江是全国最重视基础教育的地方，拥有全国最高的高中就读率。各位可能不知道，比北上广深高多了。我们家小城市60万人，7所高中。没有中专和技校，每个混混都有文凭。你去看每一个打你的人都会三角函数。你说学那有啥用？我说看那香港电影《古惑仔》，我说这里边但凡有一个黑龙江人，一眼就发现了。那大哥说。给这个人给我扔海里淹死之后沉了。大哥不行，因为浮力公式 F 等于肉略 G V 排，淹死就飘了。重视教育，读书改变命运这个观念刻在我们骨子里，从来不掩饰读书的目的，很直接很夸张。我们当时高中班级直接到班级名字就叫清北班，清北。太直接了，这和那种衡水中学不一样，人家不叫，但能考上。我考不考上别说，我们就叫，先叫，先叫的人先享受清北。但这个名字太重了，老师第一天就会拿名字骂我们，往那一站，很刻薄。30个人，你们30个人在这个班级啊，就必须上清北，谁不上，谁是班级的失败者，是 loser。但那年清华北大纯裸考在黑龙江就招20人，最好情况，我班得含泪开那么10几个被迫上其他985的 loser。这种班级太吓人，为了清华北大布置各种各样标语，奔清北梦清北，整个班级布置的和那个清华北大主题乐园似的。每个人的成绩和分数线的折线图，给饮水机取名叫未名湖。在这儿学习，批卷不敢使劲儿，得清华。天天在乐园里边学习学懵了，说一会儿6点半有没有校长坐着花车游行啊？没有，这个名字很重，老师会拿这个名字骂我们，很多事干不了了，玩手机什么的。你们这几头烂蒜考清北，那清北学生会玩手机吗？啊？清北学生会谈恋爱吗？啊？那清北学生会说话吗？你也不知道是骂我们还是骂清北学生。往下边一坐，我都纳了闷了。我说他们到底会什么呀？这群不会玩手机的单身哑巴。高考那年确实失之交臂，没考上，因为自己会太多了。被迫在上海同济当了4年 loser 啊。哦，这个事儿不值得哦，因为说实话，这不是我想学的。但那种教育观念里，如果你没去到那2所最好的学校，很多人生你就不能选了。当时特别想去北京人大学社会学，我妈说社会学你上什么人大学啊？你上社会上学。听妈在上海同济学计算机，我说那计算机为什么不在网吧里学？
因为那种观念，小时候一直贯彻的叫必须好好学习，去大城市挣大钱。如果不好好学习，留在老家你就饿死。小时候深信不疑，直到自己真的来了上海，发现这事儿不对，因为我也可以好好学习，在大城市然后饿死。人只要想饿，在哪儿都能饿死。上海的消费更容易饿死。但说实话，刚考到上海那年，整个人还是沉浸在自己走出了那种小城市的幻境里边，觉得自己哎呀，哥们在上海打工干个3、5年就买房买车了，你们在老家什么东？直到今年过年回家参加了同学聚会，所有人除了我之外留在老家都买车，所有人在老家都是开车来的。同学聚会只有我一个人，零下30度走了2公里去的饭店。只有我一个人进饭店的时候，眼镜是上霜的。他们有车的人眼镜的霜拿雨刮器就刮掉了。这就是我们观念的区别。因为来上海奋斗的城市，你会觉得大学刚毕业23岁开什么车？23岁在上海就奋斗就该坐地铁。23岁不坐地铁，什么时候坐地铁？对吗？车对我来说应该是那个我在上海打拼了很多年，奋斗原始积累啊，最后中产了，追求车啊房啊，那是我奋斗的奖励。车应该拿地铁里程换。但在老家不一样，老家什么奋斗的奖励，你只要活到一定年龄阶段，爸爸妈妈就会给你买房买车，不是奋斗的奖励，算签到奖励。在线时长够可以了。确实不理解为什么在老家的朋友能生活的让我羡慕那么多，因为在我看来，他们很多人没有解决自己独立生活的问题，爸爸妈妈就把一切都给他安排好了，我羡慕至极。独立生活了吗？我说问一个哥们，我说哎，为什么买车？和你们在上海不一样，是在老家，钱花不出去。我说钱花不出去啊？你发点假币呀？这句话让我醍醐灌顶，那一刻突然意识到，成年人的世界里不是那种完全的读书改变命运。再去考他们，没有人在乎了。问一个哥们儿，我说哎，交流电系统的发明者是谁？他说不知道，去你的吧！然后开着特斯拉就走了。讲到这儿，谢谢某日过，拜拜。大家好，我是大鹏。把你们刚才那形容词儿再说一遍。上哪儿找的观众？我知道你们都在想，大鹏来能干什么？一个导演，我们不想看他宣传新电影，我们想看的是付航，是刘洋、刘仁成。巧了，我的新电影《长安的荔枝》，他们都在。我这么说啊，也没有利用他们要宣传的意思。想要宣传，我找刘德华、杨幂多好。巧了，他们也在。还有周星驰。他的喜剧精神与我们同在，我很崇拜星爷。10年前我第一次拍电影的时候，我就想邀请他客串。我带着《煎饼侠》的剧本去到了香港，我跟星爷说，能不能参与我的电影？星爷说，戴鹏，等一下，我这边也有一个剧本，叫《美人鱼》。他问我有什么想法。我一想，这是要我演呢。我陪着星爷聊到了第6天，星爷说：“戴鹏，你必须要走了。”我说：“咋了，星爷？是哪儿不满意吗？”星爷说：“戴鹏，再不走，港澳通行证要过期了。”我抓紧时间赶紧问吧。我说：“星爷，
你到底想让我演哪个角色？美人还是鱼？”星爷这一次没有叫我带棚，他陷入了沉默。我当时就明白了，星爷其实根本就没打算让我演，他想让我倒。最后他也没好意思说出口。煎饼侠也没来客串，但我始终记得我们俩要合作这个事儿，所以我一接到这个节目的邀请，我就来了。我不想再等了，我单方面宣布，这个节目就是我跟星爷第一次合作，爱咋咋地。合作了，星爷合作了。我很喜欢我和星爷合作的这个节目，选手我都认识。有一次我逛商场，我还遇到大老王了。虽然当时我们都戴着口罩，但是我认识他那双泪汪汪的眼睛。我说：“你是大老王吗？我也是个明星。”大老王当时说：“您这个‘也’字啊，让我很高兴。虽然我不知道您是谁，但咱俩可以加个微信。”我说：“太好了，那下次有演出的票，记得帮我留2张付航的。”付航是真红啊！我这么说没有说大老王不红的意思啊，没有这个意思。后来通过大老王推的微信，付航、刘洋、刘仁成，这也都演上了我的新电影。有人好奇，他们红了以后会不会飘？飘不飘我不好说。反正有一次在拍摄的现场，观众们看见演员了，观众们很热情，在那喊“刘天王，刘天王”。刘洋和刘仁成同时站起来挥手致意，把身后的刘德华挡得严严实实。你们也都看到这个局面了，录到今天，2位刘天王。留那头去了。在这里，电影要上映了，我也想跟3位参与了的老弟打个预防针。其实最后成片里啊，你们每个人的戏份都减掉了一点。问题是他们也就拍了1点。但作为导演，经常会遇到类似的情况。你说电影拍得很精彩，时长有限，这个时候是剪掉刘德华的戏呢，还是剪掉付航的戏呢？刘德华。我相信每个导演都会剪掉刘仁成的。我就知道。开个玩笑啊，大家最后还是在电影里能看到他们的，如果眼神足够好。拍的时候也非常投入。付航在电影里演一个岭南荔枝园的保安，有官兵要来砍伐这片荔枝林，付航不干了，说要誓死保卫，说跟树有很深厚的情感。后来还主动要求加一场打戏，说要不然人物不完整。你们要问打得狠不狠呢？反正那场戏是那部电影付航的最后一个镜头，人物倒是完整了，人无完人嘛。打完以后我说打得很好，咱们能不能再保一条？付航差不多得了，大碗长面。我赶紧安慰他呀，我说虽然你的戏份不多，但是你回去可以跟亲戚朋友说呀，咱们这部电影这么多的明星，主打一个付航。我可以证明啊，演技非常扛打，真不是来宣传咱们电影的。我一直觉得让人开心是件特别了不起的事儿，所以呢，我是来给各位了不起的人加油的。
大老王，在，哎，行，加油，好吧？哎，虽然这次没演上我的新电影，但周星驰也没演上啊。在我心里，你就是星爷一般的存在。谢谢大家，我是大鹏。大家好，我叫阿水，我是在新加坡生活的华人，然后我老家呢是东北的，所以海外呢不光有华人，还有华人嘛，华人，对。这自己人，新加坡那边的华人也看咱中国的综艺的，啊，但是追的不勤了，可能会有一些滞后。咱这边的很多梗啊、流行语啊，传过去可能都成老梗了。但是我们也很爱看，很爱看，因为质量都很好，很精彩。怎么说呢？奥利给啊，形容一种酷毙了的感觉啊。包括单口喜剧综艺，我看的比较晚。这么说吧，现在海外网站上我看得到的几个国内脱口秀新星，现在他们在国内已经看不到了。他们现在在海外正当年。或者说国外乱了。我的生活前几年也比较乱套，工作方面啊，在海外被裁员了。就是国外有些公司他们裁员不提前通知的。我那天还正常下班呢，我看到 HR 在那儿突然加班，我说那我就先走呗，啊，果然第二天一早收到公司 CEO 发给全公司的邮件，开头第一句 ，It is a hard decision。我这一看呀，是来硬的了。确实是能先走了是吧？当天就被裁了，当天被裁的。跟大家说一下是啥公司吧，就国外那种一创业就要做什么全球化的公司 ，Global Company。哪有那么 global 啊？就自己网站做的高大上，啊，贴一堆外国人，4个人恨不得凑7种肤色。那几个人假装对着一台电脑工作是吧？那个话外音也很应景。We are future maker. We are problem solver. We work together because there's only one computer. There's only one. 一台电脑可不就 work together 吗？当时在海外接着找工作，挺累的，就是要接触各种 HR，就是刚被一个企业踢出来。你要再听新的 HR 宣传他们那些企业文化，我心里就俩字儿：忽悠，接着忽悠。我当时面试咱国内大厂在海外的部门，啥公司我也不说了，反正那 HR 说话挺有范儿的，感觉每个字都有节奏啊，非常感觉在跳动啊。当时那 HR 是这么跟我说的，说你要加入我们，你还是要融入我们的这种文化，也就是我们的 culture。我说，请问是什么 culture？ 他讲我们的企业员工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谦虚啊。Our people are always humble。你们知道什么人不这么说话吗 ？Humble people。你们公司这么在意 humble 吗？要人谦虚，那我加入你们，我可以玩命谦虚，对吧？老板问阿水，这个东西加班能不能完成？我说我哪有那个能力呢？我以后交简历，我就交一份谦虚的简历。编程不会，英语不会。面试官说不会可不可以学？我说我可以学，但学不会。我不是说 HR 的工作不好，大家都是工作。我烦的是有的企业他那种拿腔拿调的，就是招你还要教育你那种姿态，啊，就是你也不知道他是在给做公司宣传还是找你捐钱。那到你面前就加入我们，你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它是一段 journey。
它是一种 mission and vision， 还有一段 yeah。你说这跟 HR 聊天，你能没有格局吗？是吧？他跟我聊的都是 What's your 5-year plan？ 你的5年计划是啥？我回家心想，我这劳务合同也才3年呢。跟这些 HR 面试的时候也不知道咋唠，挺累的。当时就特别希望学我东北我爸那样，就是在酒桌上都自来熟，能拿捏一切出场面，就是自信，对吧？一般一个老妹儿先把酒杯拿起来，有没有大哥讲2句啊？我爸拿起酒杯来，行。这老妹儿，你把酒杯拿起来，拿起来。酒杯里呢有酒，我喝了，你随意啊。我这个人，咱说就是好使，咱哪天咱安排啊。那这个面试场面就会像现在一样，没有人敢说话。你感觉大哥没说啥东西吧？但是感觉大哥有东西。我面试的时候我就拿出这种自信，我面试的时候我就这么自信，谁还敢小瞧我？那 HR 拿起简历来 ，Can you introduce yourself？ 我说切。那 HR 老妹儿，你把我简历拿起来，拿起来。简历里已经有我一个简单的经历了，我写了，你看不看？你随意是吧？我介绍一下我们东北人，我们东北人好使，咱哪天咱安排，是吧？外国 HR 听不懂我就给他解释，好使 ，I'm a problem solver。哪天安排？ I'm a future maker。谢谢大家，我是阿水。Hello， 大家好，我是真友，真正的真，勇敢的友，谢谢大家。第一次来到这个舞台，我还是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啊。我是这个来自云南的这个边疆少年。哦，是不是大家看见了边疆，没看见少年？那除了这个长相之外，我其实最大的特别是我的口音，大家听得懂吗？听得懂。对啊，我这口音很奇怪，连普通话都说不好。我妈到今天她都甚至不理解我这普通话能靠说脱口秀赚到钱。我妈不知道我选择了多艰难一条路呀。其实我这口音打电话很容易赚到钱的。我这口音也给我带来很多困扰。我这口音给我带来最大的困扰是那个读书背文言文的时候，老师说我的口音话比文言文还要难听懂。记得有回背这个《月牙楼记》，我当时就背我说齐碧渊，谢天子又爱又好像这了爱了。那这老师生气的跟我说：“真勇，要不你拿你家乡的方言背背吧，这样至少能保证月牙楼在中国。”但其实造成这口音的原因是我说少数民族话，我是少数民族，而且出生在那种多民族聚集地。我告诉大家，我是那个出生在云南省红河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的哈尼族。那在多民族地区生活，真的会显得我们哈尼族很普通。你们听听看，苗族人会下蛊神奇，傣族人过泼水节热闹。我查了半天，我们哈尼族唯一的宣传点叫大年初一不出门。这算什么民族习俗呀？那2020年的春节，全世界都是哈尼族啊？但是很多人对我们这种多民族地区很好奇，
哎，之前就有人问我说，哎，你们那边是不是还有民族住在那个部落里面？部落，我们那边早就改名了，叫社区。刚刚改的时候，还有人说要派几个物业来保护我们。我们说好的，我们会保护好这些物业。还有人更好奇啊，之前有人跑过来跟我说，真有，你们那么多少数民族，小学的时候一起读书，民族之间不会有文化冲突吗？我小学的时候连文化都没有。所以没有文化，只有冲突。比以前我们的冲突根本打不起来啊，因为我们根本听不懂对方在骂什么啊。除了少数民族聚集地之外，这里还是祖国的边疆边境。我告诉大家，我出生的地方有多边疆。就我出生的老家有块地种成香蕉，这边是香蕉，这边是进口香蕉。就有多边呢？就是我国最著名的那个边塞诗人王昌龄，他对我们来说他是内陆诗人。他被分配的那个边疆，要到我现在的老家，还得再被分配一次。有的人出生的地方条条大道通罗马，我出生的地方条条小路可以到金三角呀。但我特别不能理解的一个点，我今天生活在成都，我妈生活在这样的老家，她特别担心我在成都被人卖到缅北。我说妈，更应该注意人是你吧？我在成都离边界线1000多公里，你在老家离边界就只有1公里。但我妈这个人特别乐观呀，她跟我说：“孩子，我担心啥呀？对面的现在我熟悉了呀，被骗过去了，我骑个摩托车就回来了。”难道那些被骗到缅北的人，他们没能逃出来，是因为他们不会骑摩托车啊？而且摩托车如果在缅北这么管用的话，社会应该给我们云南边界1人辆摩托车，特别是我们那边外卖骑手的电瓶车换成摩托车。哎，没事的时候送外卖，需要的时候过去接人质。到时候我们派骑手打过去了，对吧？对面的人看见我们打过来了，跟他领导在那汇报说：“领导，对面的打过来了，他们派了个团，什么团？不知道，反正他们边跑边喊，赶紧接，要超死了，要超死了啊！”而且可能是因为我出生在这边老家的原因，我发现每次回老家，大数据对我有偏见，手机大数据对我有偏见。因为我给大家刷到那个境外电信的新闻标题是不一样的。哎，你们刷到的是境外电信就是诈骗，缅北园区有多危险，而给我推送的新闻标题是还在诈骗吗？这就是下场。好，今天讲到这里，现在我是边疆少年这样。大家好，我叫陈爱。我是个正常人。虽然医生不这么认为。去年的这个时候，我状态不太好，去了一趟精神疾病医院，宛平南路600号。对，本来去之前听人调侃，我还有点担心，我怕里边的人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突然攻击我一下啥的。那去了之后发现挺好，他们都只攻击自己，比往时那些人强多了。我刚到，医生就让我做了一套那种抑郁焦虑的评估测试。你们做过那个测试吗？做过。可以多做，能带来一些自信。那是我唯一一套能拿高分的题。而且做的过程很奇怪，虽然说它是那种专业的心理评估，但所有答案都让我凭感觉自己选，再根据这个结果开药。这么草率吗？那种感觉就像问你有病吗？我说有，就确诊了。这也太尊重我的意见了。我觉得一个有效的检查应该是没法人为控制的，比如验血、CT， 因为一旦能控制，我就很难正常选择，而是开始衡量利弊，
比如有一道题，他问你是不是觉得活着没啥意义，就很难选，选轻了不值得来一趟，选中了走不了。类似这种问题很多，整个测试给我感觉好像就是，只要你觉得自己有病，总能查出点啥。所以我给这个地方想了个宣传口号：来精神疾病医院，成为你想成为的人。测试的环境也不好，之前我在其他医院做过，它有一个专门的小房间给你答题，但那个医院患者太多了。很多人领完测试只能在走廊完成，走廊很吵，我旁边的人为了不被干扰，只能把所有的题目和选项大声读出来，成功干扰到我。有好几道题我是跟着他选的。最后测出来结果，我不但有抑郁和焦虑症，还有一点轻微精神病。我就知道他有病。不，其实是我有。我的症状是，脑子里经常会出现很多不同的声音。你以为我现在在讲脱口秀？不，我在办春晚。我确实有一段时间严重到出门都要告诉自己正常点，但这样不会让我放松，只会更容易说错话。比如之前有一次我去买奶茶，还没到店里我就开始想要说什么。你好，来杯奶茶，凉的、热的，热的，微信。准备好了，我到那儿，我说你好，来杯奶茶。他居然问我要大杯小杯，这句没练过呀。但我跟自己说没事，你可以的。现在正常应该问什么？大杯多少钱？小杯多少钱是吧？但我太紧张了，问成大杯小杯啥区别？说完我就特别后悔。因为我发现他在用一种看智障的眼神看我，说大杯大一点，小杯小一点。这是我之前写的一个段子，那个时候我还不敢面对自己的精神疾病，所以到处说我社恐。但人家社恐只是害怕社交，也不是脑子有病。但我当时觉得应该没事儿，反正社恐也不会当面骂我。但其实我也没觉得自己多不正常，我觉得不正常的是你们，只是你们人多。我懒得计较。而且虽然你们现实中人多，我脑子里人也多。我只是在外边收着。有时候也会遇见一些人跟我说：“没事儿，你放松点儿，别太紧张。”我心想：“哼，我放松，就该你们紧张了。”而且其实有精神病这件事儿，我之前也不太敢说，但直到这2年，环境好，大家都疯了。我也没想到一个神经病还赶上了好时代。天知道我这一刻等了多久，因为我10多年前就是这样的状态，我当时觉得永远不会被接受了。直到这2年，我听到一个声音，时机到了。原来我不是疯，我是先锋。我甚至都看到希望了。他们说信息时代人也更容易抑郁，也就是你们也会走我走过的路，你们加油吧，反正早晚都得疯，别错过这个风口。我在未来等你们。
被确诊精神病这件事儿，最糟糕的是，它会摧毁你一些对于现实的认知。就是有些事儿你以为发生了，其实没有。比如你们生活中都有一些幸福的时候，升职、旅行、恋爱，但如果跟你说这些都不存在，是你有病，是不是就有点恐怖了？对，其实我这个表演也不存在。是你不开心把我想出来的。你可能会想，不可能，你讲的又不好笑。不是我不好笑，是你想象力不丰富。没事儿，我想象力丰富，我已经想象你在笑了。怎么样，先锋吧？讲到这，谢谢大家，我看。Hello， 大家好，我是林简七，我是一个东北人，我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小县城抚顺。我觉得出生在小城市，你就很难介绍自己。别人问我家在哪儿，我说辽宁，他说辽宁哪儿，我说抚顺，他说抚顺在哪儿，我说离沈阳很近，每次都很繁琐。所以一般我会主动说我是辽宁沈阳抚顺，我是辽宁沈阳抚顺，我是辽宁沈阳抚顺，直到一个南方哥们儿紧紧握住我的手，他说：“你好，抚顺。”你好，抚顺，我广西南宁李坤，你好。我听很多小城市的朋友跟我说，基本上在小城市出行就是招手打车嘛，出租车也就只干2件事儿，就是拼车跟拒载。有一次我坐在副驾，他车一停，问路边的人说走吗？路边人看了看，我说车里有人啊，摇了摇头。他这一摇头，司机就骂一道，就在那怎么这么事儿呢？有人怕啥呀？他是死人呐！我说非常野蛮啊！有次我打车这么一挥手，同时停下来2辆出租车，我还没说话，他俩自己就吵起来了。一个说我都停了，你还停啥呀？那个说我停你爹身上了。怎么你停了我就不能停呢？我就在那站着。别的空车经过，我也不敢招手，我就只能在那等待，在他俩当中等待一个更强壮。给另外一个车吵走了之后，我隔着玻璃问胜利者的师傅：“我说师傅，我去火车站。”他说：“小伙儿，我不去。”也没有共享单车，其实投放过一批共享单车。一夜就没了，全让老头老太太拿走卖铁，太快，就1夜。哈喽单车拜拜了。你们想象那个场面，就老太太把车架子敲成铁皮，放自己车筐里，骑着去卖铁。我们总说做事情要打破框架。他们打破的很彻底，他框是框，架是架。老头骑这个3轮车出来了，给这个后备箱装共享单车装这么老高，就你光看他那辆3轮车，你是分不出来他是要偷窃还是要投放的，你知道吗？我那天晚上迷迷糊糊一出门，哎呦，穿越了，那大道上拿铁棍搁那撬。拿小锤搁那敲，太震撼了！全民运动。我说怎么了？又变杠了啊？那边老人就是非常的自由啊，什么也限制不了他们。宗教也是，他们信的也不是正规宗教啊。好多老人他信教是因为他们到岁数了，准备上天堂。
信别的就很少。你要跟他说轮回，他就说轮回我就不去了。啊，宗教这儿不让干，那不让干，他们信教的主旨就是我都能干，因为我能忏悔。所以能看见一种奇观啊，就好多老人在教堂门口打牌。哎呦，这帮堕落天使啊！打1个礼拜，进去做1个礼拜啊！那话你都没听过呀，主啊，我忏悔，妈3代一出早了。也没有什么文化氛围啊！我不知道你们见没见过那种假书壳子，就一般是这个饭店、酒店大老板办公室做装饰用的，就摆在架子上，里面是空的那种东西。我第一次见假书壳子，是在我们那儿的图书馆。我说这个地方到底是先有的假书，还是先没的文化？你们能想象吗？一个个嗷嗷待哺、渴望知识的青年，翻开书一看，我文化了啊！我还上网查了一下，这种书它叫仿真书。哎呦，你听它这个名字啊，仿真书。我从小就对真假这种定义非常的清楚啊。我小时候也穿一些高仿的鞋什么的，我同学就指着我，他说：“你这个鞋是假的。”我觉得真假你也得看哪种维度吧。在你那儿它是假的耐克，在我这儿它是莆田正品。但是仿真书啊，它都不是书，它是纸壳子。你让老头老太太知道了，来了全给你拿跑。比在图书馆放假书壳子更诡异的是什么？是这个假书壳子，你能借走。当他跟我说这书啊，你最多看30天的时候，我都有点入定了。我说这里面他该不会有字儿吧？老师问我看没看过《红楼梦》，我说那打开里面一场空啊。我还看过吗？我都看透了。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Hello。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一定要把这腰背挺起来。我是南瓜，大家还记得我吗？对，我去年上了这个节目，希望被更多人认识我，现在都认不出我来了。我这半年减肥减了60多斤啊，减掉体重的1/3啊，变化比较大。你们时间长没见，觉得很惊讶，对吧？对。然后那种天天跟我在一起，在我身边的朋友，他不觉得我有什么变化，就像我的好朋友黑灯。他对我的声音很熟悉，我也很奇怪，我这瘦了60多斤了，我这陕北口音是没有一点变化的。我现在很难被人认出来啊！前2天走在一个商场，走着走着，听到后面2个人说：“真的是南瓜，真的是南瓜。”哎，我还挺好奇的，我回头一看，2个人在玩刮刮乐呢。我为了减肥啊，销声匿迹3、4个月没有见人啊，再次出来的时候一下子瘦了这么多，朋友们都不觉得我判若两人，他们都以为我判了2年。我的减肥方法在网上学习啊，偷学一些明星的减肥食谱，他们吃的特别的少，而且还经常断碳水啊，还能去正常的演出表演啊。我也断碳水，我也去演出啊，我要在演出现场吹唢呐。我这吹着吹着，这血糖上不来，差点把自己送走了。啊，但还好是坚持下来了，终于坚持下来，也是瘦下来了。今年终于可以在节目上穿自己心仪的衣服了。我真的特别的激动啊！我去年上节目啊，就每一次看到别的选手穿的漂漂亮亮、光鲜亮丽的，我每一次都穿马甲。我去年录了6次，穿了6次的马甲，朋友都叫我马六甲。
就别人穿马甲，人家是时尚好看，人家也穿。就我一个骑手穿马甲太像来上班了。我进棚被保安难过好几次，说外卖不让进。去年总决赛我是到现场来当观众的，导演说可以随意穿搭，我很开心啊。我逛了很多商场、很多服装店去挑了，试了很多衣服，没有一件适合我。我当时我就让导购推荐一下，导购说先生您就适合那种运动户外宽松带拉链的那种。我说你想说马甲吗？我感觉我整个青春都是马甲。我很难过，我下决心，我不甘心，我第二季一定要减下来，我一定要穿自己心仪的衣服，不能再穿马甲了。但我发现，我不管我多么努力，直到今天，我始终摆脱不了马甲的命运，因为我有马甲线了。算了，这样，咱这是脱口秀，不是脱秀啊！算了，哎呀，哎呀，不，这算了，这样会不会打马赛克呢？瘦下之后，你就感觉人就确实变化很大，我感觉我自己像重生了一把。我把自己的照片发在自媒体上，网友特别的，他是特别好，都夸我，夸得我特别激动。他们就叫什么南大。说南大什么青春南大学生，我热泪盈眶，我激动呀，因为我是中专学历，我没有上过大学，我上的技校，我考不上大学，我一直抬不起头，没想到现在减肥减出学历提升了，就是我现在是我们宝鸡铁路技校毕业的第一个南大，对的。虽然学信网上查不到，但是小某书上都是承认的。谢谢你们，谢谢姐妹们。但减肥也不全是好事情，前2天就挺难过的。有一个品牌找到我，他说他们是个电瓶车的品牌，说他们老总很喜欢我，要跟我合作，私信我，我也很开心很激动啊。但见面的时候他们反悔了，他说你是谁呀？南瓜呢？我说我是南瓜，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跟节目上不一样，我们想合作的是那个黑黑的、胖胖的、土土的南瓜，你这样拒绝跟你合作，我也很难过，我人都傻了。我这半年天天挨饿，不好好吃饭，没想到换来的是没饭吃。但我也不后悔，为什么减了？因为我今年29岁了，再过几个月就要30岁了。回想到30岁之前全是那种肥胖油腻的形象。我本来可以习惯那种形象，直到有一天见到了10个晴天。他们就在我的面前跳舞，活力四射、青春洋溢的样子，我当时很难过。我说20多岁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呀！我不甘心，我一定要减。其实本来也没有那么努力啊。后来有观众叫南大，在一声声南大中迷失了自己，硬逼着硬饿自己，一晚上大半夜饿得自己掉头发、胃溃疡、肠胃炎。我想喝奶茶，但是这个时候内心有个声音说：“南瓜坚持住，不能喝。”这个时候你要想象你到时候在舞台上那个美美的样子，我一次次的忍住了饥渴，这就是望美止渴吧。我朋友说，你也没必要这么忍着，你可以喝统一冲服无糖茶，真的好喝，一口冲服茶香倍儿足啊！喝了之后和南大一样，冲服满面。真的，我终于坚持到现在了，终于在台上，就是现在我真的绷不住了。其实这回啊，我后台已经摆好了烧烤、炸鸡、汉堡、油泼面、biang biang面、刀削面。我一会下了台我就暴饮暴食，以后我就想吃什么吃什么。以后呀，可能还会变回那个黑黑的、胖胖的南瓜。但不管怎么样，以后点开爱奇艺，看到2025年夏天那个青春洋溢的南瓜，我也就很满足了。谢谢大家。谢谢。OK， 我真的想不到有一天南瓜这个颜值能搞上擦边啊！就是啊，姐妹们，你们叫他好帅，你们吃点好的吧。求求了。南瓜刚才自己说到自己可能为了减肥，就是少吃了很多饭吧。今年，我希望你少吃那些饭，我吃。我要吃饭，我要上桌的。开始今天正式的演出啊！大家好，我叫朱大强。好，热情，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我是一个就是比较容易生气、比较容易愤怒的人啊。我们女生生气气多了的话，就会长很多的那种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各种嘛。我每次就是一生闷气，就开始长那种乳腺结节。我把这个气发出来呢，开始长甲状腺结节。哎，我就感觉我好像一气呵成2种结节。哇，有点太多了。我就感觉我每天这些结节，就是你们胸腔这里长不下的，开始长到嗓子眼这里去。这是什么？结节高升。然后嗓子眼这里长不下的结节呢，又掉到下面去，结节败退。啊，然后那时候体检的时候，医生跟我讲啊，说是90%的女人都会长结节的。哇，我就感觉如果这么高的比率都拥有结节的话，它就不应该再是一种疾病了，它应该成为一种新型的器官，对吧？而且我觉得如果都是女生来长的话，我们以后这个新器官给它叫一种新名字，我们以后叫它妇女节。我觉得我爱生气吧，这个东西完全也怨不得我，是因为我感觉每天我生活中那种看不顺眼的人有点太多了。哇，有些人真的在公众场合边界感有点太差了。我有次在那种餐厅里面吃饭啊，我隔壁桌有个哥们在那里猛猛抽烟，哇，抽烟抽到我感觉他要在我旁边那种原地升仙了，我就开始过去大声呵斥他，我说公众场合不可以抽烟的呀。哦，他自己还气上了，他开始那种恶狠狠地瞪着我，然后一边瞪我吧，一边有点想放点狠话，我感觉他有点咽不下那口气，也有点咽不下那口烟。然后他开始拿着那个烟恶狠狠地开始把那个烟攥灭在自己碗里的饭上，我有点看不懂，我说这是在用不吃碳水表达自己的愤怒吗？看不明白，我说有点太会愤怒了吧，感觉就是一种超弱的超熊，泰迪熊，还挺可爱的。哎，我觉得如果他真的想就是当狠人的话，他应该一边抽一边灭烟，一边把那个烟灭在自己的头上，对吧？啊，一边抽烟一边烫头的，看起来就那种超绝狠人。哎，我真的很看不惯那种在公众场合乱抽烟的人啊！我唯一能接受人在公众场合冒烟的情况呢，就是他火化。哎，然后有时候觉得吧，抽烟就是一种慢速火化，主要是对抽烟人的身体不好，二手烟也不好。他火化，我陪葬。不喜欢，我就把所有在公众场合乱抽烟的人呢，我在背后亲切地把他们称呼为烟人。哎呀，我好恨烟人啊，真的。哦，特别是那个烟人，有时候走路走在我的前面，你就感觉他一路走一路排放尾气。我说这种人为什么不去走那个机动车道呢？你要走路走在我前面的话，你最好是寿命上也走在我前面。哇，这种路上走的也能接受。我最讨厌的是那种密闭空间内抽烟的那种啊！我有一次打上一个出租车啊，哇，那个司机在里面猛猛抽烟，我在后面很生气，我说烦死了，我说你一直抽什么烟呀？他说我抽软中华呀。谁问你了？我问了，就是哇，然后很烦，我就开始用各种借口跟他沟通嘛。后来发现各种借口都不管用，直到后面跟他讲，我说我怀孕了，闻不了烟味，然后他才把那个烟吸掉。哎，我就感觉好像我怀了个人的时候，我才能被当个人尊重，我就感觉很悲凉。但是我后面就发现吧，我这个人，我感觉我也是那种母凭子贵了。我现在是一个熹贵妃，每天到处吸一些二手烟。母凭子贵。而且现在吧，我有时候会发现，就是怀孕对于劝阻抽烟来说，这个借口还蛮好用的。所以我现在就是那种随时随地乱怀孕。哎呀，我一出门就怀孕，一出门就怀孕，这个世界太危险了。我真的很讨厌，我觉得公众场合很多人都是那种完全不顾别人，只做自己的。我不知道大家有在地铁上见过那种有些那种男生吗？就是他一坐下就会把那个腿弹开。哇，真的很烦啊！就那种螃蟹男孩，那个左腿永远碰不到他的右腿。我不知道两腿之间空那么大的位置用来干什么呢？可能是用来存放自己虚无的男子气概吧。不理解，不理解。但有时候这种大男人坐姿真的会影响到我的，因为我有一天坐地铁哈，我旁边那个男士也是一坐下就把那个腿弹开了，而且他那个腿越弹越开，越弹越开，他有点太放得开了。哇，我就感觉他那个腿在和那个车一起开，往城市的边缘开。哇，然后他搞得我坐的位置开始越来越狭小，越来越狭小嘛。我就想提醒一下他，我就开始翘二郎腿，我就翘一下踢他一脚，翘一下踢他一脚。哇，我真的每一脚都踢得巧妙又刻意。甚至吧，为了能够多踢他2脚，我还陪他多做几个站。然后最后
后我跟他一起是同站下车的，我跟他一起下车的时候，他在那里问我，他说那个你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呀？我说啊，还真有意思。哎，弄巧成拙，自找苦吃。他还在那里问我，他说那个要不我们加个微信，没准我俩挺合得来的。合得来个啥呀？他自己2个腿都合不来。而且我真的感觉他自己2条腿已经构成了一种开放式关系了，太 open 了。不是很想加入，我也不喜欢这种随时随地会劈腿的男的。不喜欢，我也不喜欢异地恋，以后见他的另一条腿还得去隔壁车厢。不喜欢。而且还有一些那种，我觉得他都不是把那种公众场合当自己家客厅随便坐了，是把公众场合当自己家厕所，随地小便。就那种深夜街头啊，什么街道那种路灯，然后行道树，都是他们的什么小众打卡点。我每天在那里随时随地标记自己的生活。我有时候觉得吧，如果他有个柱子就可以的话，我们不如以后就把那种男厕里面那种1排小便池，我们就换成一个小柱子，对吧？啊，俗话说得好，8个好汉1个装嘛。够了，就他们够用了。然后我们就把那种省出来的空间全部拿去盖女厕。这样以后我们上女厕也不用每天在排队了，然后看着空空荡荡的男厕，啊，以后大家都方便了。我有时候感觉吧，就其实那种随地小便，从古至今都是会受惩罚的。你们知道那个孙悟空就是因为尿在如来手上，对吧？一开始我感觉他大闹天宫完，如来本来想着要不关他15天算了，后面怎么抬手一看，怎么他上厕所我洗手呀？哇，好脏呀！反手就是一个镇压，对吧？我觉得这种镇压力度还是不够啊，现在还是老能看到。我以前在那种酒吧门口看到2个男的喝多了，那个酒吧门口有个大柳树，2个男的出来就开始对着那个柳树开始滋了。我路过以后在那里很生气，我说你们2个干什么？其中有一个就喝大了，但是他很有礼貌，他开始跟我道歉，他说不好意思，然后说着不好意思，他就转过来了。我说收起来呀。哎，然后之前讲完这个随地小便的段子啊，有一个观众姐妹特别可爱，她有天在那个微博上给我发私信，她说大强，你讲这个段子我太有共鸣了，我今天也遇到一个男的随地小便，然后啪给我发了一张照片。我有点看懵了，我至今都不知道那个姐妹是距离多近去拍的那张照片啊，因为她那个照片刚发给我，我点开就变成灰色消失了。姐妹勇啊！我就希望这种现象也跟那个网上一样吧，生活中也可以尽快变成灰色消失。哎，谢谢大家，我是朱大强，讲到这里。好，同学们上课了啊！我呢是一个高中的班主任，给大家稍微公布一下我的教龄啊。好，从9月1号到现在，咱们也是教了1个学期了。哎，我整个人长得就特别不像一个新的老师，整个人湿气特别重。我以前上学的时候，身边很多人不知道自己以后该干什么了，就去考一张教资。我不知道自己以后该干什么了，我一照镜子，哎，就差一张教资了。很多新的老师，他们的身份呢，从学生转到老师，特别不适应，觉得自己讲话太客气了，镇不住学生。在我这儿从来没有这个问题。我的室友呢，他也是一个新的老师，他特别紧张，因为他长得比较稚嫩。他开学之前呢，就在网上一直在搜新教师攻略。他甚至还去搜了新教师发火逐字稿。我说你现在不光身上有学生气，每天还要上网学生气。而他上网找了很多老师的这种经典语录，他找了以后呢，不管不顾，直接往班里边就带，一进去就你们就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哎，我说有没有可能他们是你带的唯一的一届呢？我就跟他说，你不要整那些没有用的，浪费时间。我告诉你我怎么做的。我开学第1天一进班，什么都没说，我就抱着手在讲台上站了2分钟，我就看，一直看
看到后来我们班最后一排一个男生那纸突然掉地上了，我轻轻说了4个字：下不为例啊。哎，就那一瞬间，我看到我们班小孩的表情，我就知道，老娘天生就是干这个的。我后来感觉啊，当了半年老师以后，为人师表的表在我这儿大概是表面的表。说实话，现在教学水平有点配不上我的长相了。哎，我们班小孩老跟我说，老师这个不会那不会，在班里边特别紧张。我说你们紧张什么？我跟你们一样紧张。很多知识点，老师就比你们早知道1天而已。有很多很有经验的老师，生怕自己讲太慢了，考试之前讲不完。我生怕自己讲太快了，因为真的多1分钟我都没有了。我现在最讨厌就那种提前预习的小孩儿，非要问我下一个单元的问题，我讲什么你就听什么，哪儿那么多问题呀？你一个人这样超前1分钟，40个人超前40分钟，这节课上自习吧。根本就上不了这课。而且我跟你们说一个老师的小秘诀啊，我觉得特别好用，就是遇到任何事情咱们不要慌，千万不能让学生看到你脆弱的一面。哎，有一次我上课上到一半，我们班小孩直接指出，老师你这 PPT 里面好像写错了。哎，我面不改色心不跳，我说啊是吗？只有他一个人看出来了吗？老师觉得很失望，很失望。一定要稳住，一定要稳住。而且你自己立了一些规矩以后呢，自己就不能再犯了。我上个月跟我们班小孩说，不要把你那奶茶往班里带。那我奶茶现在怎么办呢？我现在每天都灌到保温杯里边就进班了。我们班小孩一看我，我也很心虚，我直接就上课突然喝一口，珍珠进嘴了，嚼不嚼呢？哎，我经过我们班小孩听他们在那议论我，我听得特别清楚。他们说现在老师是不是压力有点太大了？怎么老在这生嚼茶叶呢？但我上了几个月的班以后呢，我发现我整个人湿气有点侵体了，整个人这个行为方式跟思考的方式有点不太一样了。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最喜欢看的电影就是《哈利波特》，我觉得哈利波特是这个世界上最勇敢、最自由的人。但是现在哈利波特重映了，我又去看，我坐在观众席，我脑子里就一个想法：谁要当他班主任，真倒了8辈子大血霉了。我从电影院一出来，我给我同事打电话骂了半个小时，我说他想干什么呀？啊，整天逃课打老师，真当自己是小英雄呢。为什么当时我那么生气？我说真的，有点共情斯内普了。哎，你别看斯内普长那样，没准叫龄就2年。我现在除了想法，我行为上也有很大的这个变化。有一次我在剧场演出，演到一半，坐第1排那女生手机突然响，你别害怕啊。我手机突然响了，我都不是被她那个手机铃声打断，我忘词儿了，我上去就。差点把人手机当场给没收了。还有刚刚气氛组，就是拍灯之前没有举手。夸过我，夸过我。而且我现在去过的演出，我演完了以后，那场子热不热、好不好笑，咱不知道，但一般秩序都非常好。甚至还有演员朋友就跑过来跟我说：“哎，杜老师，您在讲，就我们在讲的时候，您能不能不要在后台那扒着门缝看我们？我们很紧张。”我说：“你讲那么差，我看一眼怎么了？这么不幽默，下不为例啊！”我今天其实跟大家讲这么多呢，还是想跟大家说，就是老师呢也是活人，就我们下了课以后呢，也是会讲讲开放麦呀，喝喝奶茶什么的。所以呢，如果有我的学生在看我的这个演出呢，我还是想跟你们说一声，作业写完了吗？看什么呀？我今天先讲这么多吧，因为多1分钟老师也没有了。谢谢大家，我是墩儿。
好，大家好，我叫谢谢，谢谢你们。我今天也想聊聊我的高中，我来和你们站到一起了。我高中是在河北衡水中学上的，对，所以我起这个名字就是因为从那个地方活着出来，我心存感激。而且今天也很开心，能和墩儿老师在单口的舞台上 PK， 完成了一个我从衡中到现在一直没有实现的心愿，跟老师犟嘴。我非常紧张，当时在衡中真不敢犟，衡中是一个很卷的学校，卷到教室后面贴着条幅，上面写着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传播度非常广。我觉得这个标语很荒谬啊！我为什么要往死里学呢？我不应该往清华北大里学吗？衡中很会营造那种卷的氛围，一入学就让我们写自己的目标大学贴到墙上。我当时写了同济大学计算机系。真的假的？那是一个我非常向往的高校。但是老师看到以后，他质问我说：“你是不是不想学了？”你要不现在去网吧吧？让我改成北京大学，我不敢犟嘴，真改了。但是衡中确实出成绩，后来还真的考上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刚才墩儿老师是清华的，我是北大的，清北学生到底会干啥？会搞笑，这。我一般在外面做自我介绍，如果我不说我是衡中的，我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就有人觉得说，哎，你装什么？但一旦我说我是衡中的，他们就辛苦了。哎，活该你上北大。确实很辛苦，衡中当时时间管理很严，我们都没有时间洗澡，有的同学1个月才能洗1次澡。那个时候班里面味儿贼大，尤其是重点班，班味儿有点重。就当时在教室里待久了，我们得去厕所透透气儿。当时衡中这种严格的管理，依靠于它严苛的校规校纪，比如当时要求我们早读课要大声朗读。比如说背英语单词，comedy， 我们就得 comedy。我不理解为什么要大声，我觉得我背书背过就行呗。你那么大声，分数没上去，分贝上去了。我一开始觉得大声背书这个方法特别俗，后来想了想，其实挺雅的，那背一会儿就哑了。但是没有办法，衡中还要搞那种早读评比，拿个分贝仪去每个班测音量。就导致在衡中待久了，逼得我现在嗓门贼大。就怎么说呢？我其实可以不用麦的，其实。我的妈呀！然后当时还有一些那种禁止谈恋爱的校规校纪，但是在衡中啊，我们不用谈上恋爱，就可以被抓。因为衡中有一项罪名叫做男女生非正常接触。你看他这个用词。他就很赛博朋克，非正常接触，感觉谈了个外星人。范围包括男女肢体接触、男女同桌吃饭、男女并排行走。我寻思这些都是非正常接触哦，那啥是正常接触啊？操场上亲嘴儿。还是双方家长先见个面啊？当时处罚力度是回家反思4周。我不是很理解，我觉得我要在衡中谈恋爱，顶多也就偷摸传个小纸条。你要上我回家反思，我俩可就逛街去了。当时衡中有那种老师，他专门负责查违纪，每天就往他那个电脑前面一坐，拿个高清摄像头看有没有人谈恋爱。哼，恋综观察员。
他要是去当恋综观察员，那嘉宾来一对成一对，就在他眼里干点啥都是想谈恋爱。我当时比较爱干净，我宁愿不吃饭也要挤时间洗澡，就因为身上没有臭味儿。德育主任质问我，说你最近是不是谈恋爱了？天天洗澡，肯定是为了招女生喜欢。我说老师，有没有可能我洗澡不是为了女生？我是为了卫生。不洗澡我身上痒痒。老师说身上痒痒，我看你是心里痒痒。当时德育主任还负责查自习，然后他检查的指标是抬头率，就是在一间安静自习教室里，德育主任会从教室前门推门而入，看有谁抬头看他。如果你抬头看他，你就是没有学进去。我说老师，有没有可能你不进来，我已经学进去了？就当时我们大家都知道门开了，但为了避免违纪，硬不抬头。这个东西需要的意志力，比你抬头看一眼还分神儿。我有一次正做着作业呢，突然老师推门进来，我嘎一走神，算出来李白是个等边三角形。就李白要是在我们衡中上的高中，他也当不了诗人，他望不着明月，他举头只能望主任，然后主任让他低头回故乡反思一周。我当时看过一些犯罪电影，里面描绘的那种校园枪击案，我说在衡中都不可能发生，罪犯都没有体验感。你们想象一下，一个变态枪手扛着 AK-47踹门而入，没人。他准备好享受我们的惊恐与尖叫带给他的变态快感，然后他发现没有一个人抬头看他，罪犯都吓坏了，赶紧拿枪指着我们大喊，说 freeze， 我们 FREEZE。他永远不会理解为什么我们被人拿枪指着还能学习。我们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好，讲完这，谢谢大家。